北京的大龄剩女不结婚的话，结局真的会很惨吗？前两天有一个女生找到我她说姐，我今天来找你就是单纯的想感谢一下你，你一直都惦记着我，这都还在给我介绍呢。可是我自己现在的状态真的很不好，我是89年的，今年都35岁了。说实话，我30岁之前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想法。大学毕业呢，我就留在北京了。我家里是外地农村的，所以我成天都在想着怎么在北京努力的赚钱工作。直到家里父母开始催我，我才考虑这个事情。可是那时候我都30岁了，我才相亲。我发现自己的市场很不好，基本上相过的男生，要么就是我喜欢的人家看不上我，要么就是喜欢我的呢，我又看不上人家。于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下定了决心，这辈子我干脆不结婚了，自己一个人过吧。我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没有人会喜欢我的。尽管我很努力，但是事业做的也很一般，存款呢有一点点，但也不足以可以在北京买房买车。长相呢又很普通，年龄又这么大了，我是如此的失败啊！我的一个闺蜜跟我一样大，她跟我的情况很像。上半年的时候，她父母相继离世了，她的父母至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他们的女儿成家，她把自己关到了出租屋里，整整哭了1个星期。曾经呢，我也跟她一样，为了抵触这件事情，好几个春节我都不回家，就是不想看到父母那种落寞的眼神。最近我回去了一次，父亲居然对我说，孩子，你别太自责了爸呢也不怪你，这辈子不结婚又能咋地啊？如果以后我和你妈真的走了的话，你好好学会照顾自己就行，知道了吗？老师，我的父亲是一个天天一打电话就骂我不找对象不结婚的人，结果到现在他都已经说出了这样的话。所以我就在想，我到底有多么的不堪，我把父母都逼到了这样。所以我现在在想，难道我真的要接受有一天我老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知道的结局吗？今天我来聊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为什么有些有钱的女孩在北京上海她非常难找对象？那有钱它是分2种的，一种呢是家里有钱，一种呢是自己有钱。今天我们就先说一下家里有钱的女孩在北京上海她为什么很难找对象呢？因为这2种女孩在北京上海实在是太多了，全国有很多有钱家庭的女孩都在往北京上海跑，小到一个村长一个国企的小领导，一个处级的干部，做生意的有一定规模的小老板，大到那种级别很高的官员，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等等但凡手上有几个钱的，咱不说几个亿就说那些3、5千万的这种家庭的女孩，有一半都在北京上海，因为当地满足不了他们见世面的这些梦想但是北京上海可以而且这种家庭的父母呢，也不指望自己的女儿能挣多少钱，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开心就好了。而跟他们一样的男孩呢，都在老家，不管是家里搞房地产的，还是开矿的，还是做机械加工的，儿子都在家里守夜呢。而女孩呢，只需要实现他们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爱与自由就可以了。所以他们都来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最终的结果就是父母有钱的那些女儿都在北京、上海，而男孩呢都在老家。全国各地有钱的女孩都往北京、上海跑，那他们呢又都想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男生，结果这种供需就严重的失衡了，所以他们是非常难找对象的。听听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一个已婚的粉丝他给我留言，他说馒头被老鼠爬过，只要不告诉你，你不是依然吃得津津有味吗？老公或者老婆出去偷情只要不告诉你，你们不是依然恩恩爱爱吗？世界上的事只要你的信息来源很单一，你不知道外面的那些事儿，那你就是幸福的人。这个话有没有点道理呢？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来给姐点个赞带你脱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龄有钱的男生。来找我找对象的很多大龄有钱男生条件是真的好，他们当中呢也有很多人都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既要找一个温柔懂事的，又想找一个年轻漂亮的。那我就说吧，你只能选其一有很多40多岁离异有孩子资产过亿的大哥，想找一个25岁左右的。那么你觉得这个女生能图你什么呢？是吧？你自己也是从25岁这个年龄过来的嘛。你25岁的时候，你身边的一个女同学如果找一个40多岁的大哥，你觉得他图什么呢？你心里没数吗？怎么你自己成了大哥之后，你就想改变人性呢？即便你很有钱，你也只能在温柔懂事、年轻漂亮当中选一个。就现在吧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这个婚前她不做婚检的女生
你们真的敢娶吗？现在的00后结婚的概念是这样的，已经是婚检第一了，彩礼第二。现在很多的男生都表示他并不排斥这个彩礼，可以给，但是呢，同时婚检也是要做的。虽然国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结婚你一定要去做婚检，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婚前是一定要做婚检的。今天呢，我就给这个评论区里面的这些单身的想找对象的男生科普一下，婚检报告当中 GPA 它这个指标里面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就男生们你一定要收藏起来这个对你肯定有用的。首先这个婚检的 GPA 当中 G 代表的是怀孕的次数， P 呢代表的是分娩的次数， A 代表的是流产的次数。那现在你知道这个指标了，你就对你这个女朋友呢算是知根知底儿了，你就可以放心的跟你这个女朋友去领证结婚了，对吧？要我说白纸就找白纸，这报纸吧就找报纸。女生只有自尊自爱才能更好的保护你自己。男生呢，只要尊重和爱护女生，你才会迎来真爱的，长久的走下去。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婚检有没有必要做呢？咱们到评论区留言说说你的想法。北京将来肯定会有一半的女生会孤独终老，找不到对象的。千万不要觉得我危言耸听哦，目前的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很多的女生呢，她们找对象其实根本就不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择偶的。她们在20多岁的时候呢，有好多人给她介绍因为那时候年龄有优势嘛，她就非常的挑所以他们的要求就是有房有车而且收入得高，工作得好，家庭背景还得好还要求男生长得帅有眼缘，对她好还得对她大方。这个完全是逼着自己在当霸道总裁嘛，就这么拖最后把自己呢拖到了28、9岁了，在相亲市场上已经完全失去了竞争力。像北京这种一线大城市，每年都会有很多优秀的女生在涌入虽然我这里确实也有很多优秀的男生满足这些女生所有的要求，但是你们又有什么优势和那些比你更年轻更优秀的女生去竞争呢？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北京的天坛公园、中山公园相亲角看一看，每周都有很多来相亲的，挂资料的都是父母居多，并且90%以上都是女孩的家长。为什么呢？你细品。大家听说了吗？最近又出现了一个热搜，都搜爆了，什么恋爱中男人先低头先道歉，恋爱就一定会很稳固的。我听完之后我直接呆了你现在这个毒鸡汤怎么这么厉害了呢？这个也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搞笑的比喻，当蚊子它吸不到血的时候，它就会跑到你的耳边嗡嗡嗡嗡的叫。别急我知道有的人又要着急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现代的男生他们真的不吃这一套了，大家都精明着呢。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凭什么我要忍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为什么是我要退有句话不是说吗？一方一味的服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这对感情没有什么好处的，别指望用这种手段去控制别人。爱情它是2个人的事儿别总是想着把问题甩给另一方，然后呢自己呢双手一插小嘴一嘟等着别人来哄你。各位，感情中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是巨婴，要学会为自己的问题负责任。这个不仅仅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义务呀。我真心的希望那些还没有清醒过来的兄弟们睁大你的眼睛看看现实，你是在谈一段平等的恋爱，你不是在给自己找祖宗。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关注我，带你脱单。来，这个问题我看看你怎么回答的。问男人老婆和车谁更重要？他们个个都会大声的说，当然老婆重要啦。别逗了骗鬼去吧你们。你看车子一买回来，你第一个先给他上保险还给他贴膜保护还给他搞装饰，还按时去保养。可是老婆呢，你把她娶回家，每天要给你做家务，还要生孩子带孩子，她还要工作挣钱，对你还那么好。结果你带老婆定期去做美容了吗？你带她去做保养了吗？你给她买过装饰品吗？你给她买保险了吗？来，咱们到评论区留言说说你都做了什么。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帮助过上千人拿到过结果，给姐点个关注带你脱单。谁敢回答我这个问题有多少女人是在老公最穷的时候，不要房子不要车也不要彩礼，而且呢没有花多少钱的情况下你就嫁给他了的？请勇敢的站出来我看看这样的女人到底有多少。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帮助过几千人拿到结果，
给姐点个赞哈，带你脱单。姐妹们，没有5年以上的婚姻啊，你是理解不了我接下来要说的这5句话的。恋爱脑的姐妹啊，你更要认认真真的听一听。第一点哈，不要过度的去窥探你的老公。好的婚姻啊，它真的是各过各的，你不存在绝对的忠诚，戏要演，糊涂呢也得装，该和解就和解，婚姻就是一场合作。第二呢，做个聪明的女人，婆家的那些事儿啊，你要装瞎，不闻不问，也不听也不看，你会减少80%的烦恼。第三，无论你选择的伴侣是什么样的，最后都是你和自己过。只要你寻求外部的依靠，你必然会受到伤害。第四点呢，婚姻本身的价值，它就是为了资源整合。所以呢，你把另一半当成一个合伙人，经营期间双方必须不断的去学习提升自己，只有这样你才能从中体会到一种幸福。总结第5句哈，那就是散养老公，放养孩子，富养自己。说的对吗？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12年帮助过几千人脱单，关注我，带你脱单。女人不结婚就有罪吗？北京的一位女粉丝给我留言说哈，我35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果断选择不结婚了。如今我都45了呀，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我更不会去羡慕那些结婚生子的人。我三观很正，我原生家庭也非常的好，我的父母也很恩爱很开明，家里人都非常理解和尊重我的选择。因为我自己经济独立精神也独立，情感也独立，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我只想遵从自己的内心，为自己而活。关于爱情，得而我幸，失而我命，上天赋予我，我就双手接住，上天不给我，我也不强求，随遇而安，享受生活，不好吗？反正我听完了他这番话之后我觉得他有可能苦水都往肚子里咽就是嘴硬但是你们大家支持他的想法吗？我是在北京做了12年的红娘丽欣姐，给姐点个关注带你脱单哦。据说老公的态度会决定婆媳的融洽程度，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呢你和婆婆吵架了，你把她都气哭了，结果你老公却跟你说，哎呀，你以后让着点我妈，你也不想一想你生的天天花着她的钱，她生的呢天天挣钱给你花，你生的呢天天惹她生气，她生的一惹你生气你就拳打脚踢的，你想想你是不是已经一统天下了呀？就给她留条活路嘛。听完老公这些话你会怎么想？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给姐点个赞，带你脱单哦。你知道吗？有很多男人在结婚之后工资卡要不要上交给老婆，是真心很纠结的。其实女人呢也不一定非得要拿走工资卡，但是沟通很重要。比如说你可以跟老公说，亲爱的，你上交2/3的工资可以吗？这样咱们以后的生活会大大改善的。我有个会员2个人结婚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买，他俩呢就靠着工资几年攒了个首付，在北京买了房子，又花了1年的时间攒钱把房子给装修了，结果把她老公身边那几个单身哥们儿给羡慕坏了，他们俩也很开心，这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他们劲儿往一块儿使所以家庭生活也很幸福。这个男人就愿意把钱交给他，是因为他看到了未来的美好吗？而不是你拿着钱今天我去买个包，明天我去买个奢侈品，甚至呢有的女人拿着自己家里的钱一个劲儿去补贴自己的娘家，那作为你的老公他能放心吗？女人你想掌握主动权，要做的是让丈夫看到他交了钱之后你有什么改变。男人并不是天生就得上交他的工资的，而是看你会不会理财。如果是他很会理财的话，那把钱给他管也无妨嘛。你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她每个月只给自己留1000块钱的零花钱，因为她老公从来不乱花钱把家里的经济管理的特别好，家里边安排的妥妥当当的，生活质量也很有保障，那她还懒得操这份心呢。那不管是谁来管钱，只要能管理好，谁就是合适的人。大家说对吗？在找对象的路上你是不是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各路奇葩汇聚一堂难辨优劣？那我给你们几个忠告第一个忠告就是别和那些负能量的人走得太近了，这些人只会耗掉你的精力，甚至呢影响你的好运的。第二个千万不要和杠精辩论，你跟他们讲道理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你根本就说不过他们，除非你也是一个超级杠精。所以呢碰到杠精怎么办呢？简单直接就说，你说的对，
这样大家都省省力气嘛，对不对？最后一点啊，别跟目光很短浅的人聊未来。如果一个人他自己都过得不怎么样，那他哪会有什么高见来指点你啊？所以记住了，不要听那些混得还不如你自己的人给你的建议，他们要是真的有好点子，还不早把自己活明白了吗？所以别去跟单身的聊什么脱单啊，别去跟什么离婚的人谈怎么经营好婚姻，别跟那些大龄单身的聊什么择偶标准，他们只会把你往阴沟里带。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点个红心带你脱单哦。北京单身的大姑娘们知道吗？有2件事咱们得主动出击找工作和找对象。找对象要像找工作一样简历要多投一点，网要撒广一点，精挑细选，别一上来就想着要找一个终身伴侣，看个照片就说没感觉。你就得像 HR 面试一样聊一聊，挖掘一下。如果 HR 光是看颜值不上心，哪里还能招到人呢？咱们见人也得像考核储备干部一样，不要第一眼没感觉就打退堂鼓了。很多人30多岁你还单着总说自己很着急，但是呢又找不到，那是为啥呢？心里不清楚嘛？你老拿那些幻想来套现实吗？一看没感觉就放弃了，你以为看一眼见一面就能有感觉呀？你哪有那么神的识别能力呢？对吗？所以呢，相亲要多见人，谈恋爱也要多谈一谈，通过聊天多次见面去了解对方对生活对事业的一些看法，对未来有什么规划，从而看一看三观是否一致嘛，能不能生活到一起嘛，而不是一开始就各种不切实际的去做评判。只有这么做，你才有可能发现对方外表之下隐藏的很多优点。再说了，遇到的人多了呀，都练练手嘛，你为什么要等呢？对吗？北京的女粉丝又发话了，她说这个结婚证它有什么用？它只能证明2个人躺在一张床上合不合法，它不能证明2个人合不合适。要我说结婚证就应该像驾照一样，年检满分12分，无缘无故给老婆发脾气要扣3分，罚款500，冷战扣6分，罚款1000，动手扣9分，罚款5万。因为动手打女人的男人是最不能要的，判个终身，不能再娶。同意的女人赶紧点个赞哦，以后咱们就这么办了，你们同意吗？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帮助几千人拿到过结果，给姐点个关注，带你脱单哦。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有的男生他宁愿花10几万去娶一个相亲刚认识几个月的女生，他也不愿意花10几万去娶一个相处了几年的女朋友？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其实呢，据我分析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第一点，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男女心态上差异很大。女生觉得我们既然都这么多年的感情了，我跟你要点彩礼没毛病吧，你就应该满足我，才能证明你是真心爱我的呀。但是男生想的却是，我都要娶你了，还差这点彩礼吗？如果差一点你都不行，那你也不是真心爱我的。第二点，男生觉得2个人谈恋爱期间也没少给女生花钱，但是感觉那些钱好像全都白花了。大家都知道吗？现在谈恋爱哪样不是男生掏钱呢？基本上80%都是男的在花，但是临到要结婚了，女的还要分文必争讨价还价。总说那句话，我父母养我这么大不容易，这钱你就得拿，少1分都不行。然后之前的付出好像全都是活该一样。第3点，对于男生来讲他们会认为这么多年的感情应该是可以相互理解和包容的，他能有多少，对方难道没有数吗？但是女生这个时候想法是，既然这么多年的感情了，是不是就应该想尽办法去满足我，完全不顾及多年的感情了，反而是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无情无义的。所以呢，男生这个时候呢真的是想跟你谈感情，而女生这个时候呢更像在谈交易了，这不就是在逼着男人要放弃你吗？所以不要太高估自己了，去挑战人性，对吗？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12年帮助过几千人脱单，来给姐点个红心，带你脱单哦。最近北京有一对夫妻简直刷新人们的三观。父母为了把北京800万的房子过户给他儿子，为了省一笔费用呢，这个操作简直刷新我们的认知。第一步，父母离婚，房子给父亲，母亲净身出户。第二步呢，儿子跟儿媳妇离婚，儿媳妇呢嫁给父亲，那房产证上就有了儿媳妇的名字。第三步呢，那就是更离谱了父亲和儿媳妇呢又离婚，儿媳妇呢再和儿子呢复婚，父母再复婚。那这么一通操作下来房产证上就有了儿子的名字了。前前后后他们总共花了300块钱，而节省下来将近50万的各种税费。
我是在北京做了12年的红娘丽欣姐，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欢迎到评论区留言。北京日益庞大的单身朋友们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单身久了是不是会很挑？他们的回答啊很有意思，说我们不是很挑，我们是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最后却发现啊，跟他过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呢。听说哈，时间会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毕竟喜欢只是一阵风啊，而爱呢是细水长流的。我是丽欣姐，北京12年红娘生涯，帮助过无数的孤男寡女拿到了结果。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来，给姐点个红心，带你脱单哦。你知道现实当中哈，相亲男女的内心对白是怎么样的吗？女生会说，为什么你们男生以为相亲的女生就不用追呢？难道相亲就是给你们发对象吗？见一两次就问我们对你感觉怎么样，愿不愿意做你女朋友，甚至直接就默认我是你的女朋友了，难道我们都不需要花时间了解吗？男生会说，那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相亲啊？我们男生都不喜欢出来相亲了，知道吗？难道非要追一个女生才能在一起吗？而且我们要是会追女生的话，那还用得着相亲吗？他要是好追的话，早就被人家追走了，还轮得到我在这儿跟我相亲啊？女生说，相亲不就是一个认识人的途径吗？啊，跟恋爱一样啊，无论是追求阶段、恋爱阶段都一样嘛，都不能少啊。男生说，那我问你，你觉得相亲认识的男生要追你多久，你才能跟他们在一起呢？女生说，最起码3个月吧，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3个月其实也不长。男生会说，如果每一次相亲见面都是你们女生出钱，那我们男生当然愿意跟你耗下去了，无论3个月还是1年都没问题。可是不是啊，每次跟你们女生出来吃个饭呀什么的，花销都300-500啊，看场电影喝杯奶茶都是好几百上千，平均每一次见面都花费不少，要是坚持3个月下来，起码都得好几万了吧。最后你们女生直接还来一个我们不合适，就拍拍屁股走人了。而一旦男生提出了 AA 制，哪怕就一次哈，你们都立即觉得，哎，我们男生太抠门了，下头男，然后就把我们拉黑了。我们又得从头开始相亲，重复前面的那个过程。请问我们男生有多少时间，又有多少钱跟你们这些相亲女那么耗下去呢？女生说，可是我们女生都是慢热的呀，你们男生不主动一点啊，不多出来见见面，了解次数多一点，那我们怎么知道合不合适呢？又不愿意花钱，又不愿意花心思，我们女生怎么愿意跟你在一起呢？大家觉得他们到底谁对谁错呢？